宇宙到底是什麼形狀？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生活的這個浩瀚宇宙，它究竟是平坦的，像一張无限延伸的紙，還是封閉的，像一個巨大的球體，又或者它長得更奇怪，像一個馬鞍面？這個問題，科學家們爭論了幾十年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。但最近幾年，一些新的觀測數據卻讓這場爭論變得更加撲朔迷離，甚至可能顛覆我們對宇宙的認知。如果有一天，人類真的造出了超越光速的飛船，然後你坐進飛船，朝着宇宙中的一個方向一直飛，不轉彎，不減速，不回頭，那最後你會到哪兒？是永遠飛不到盡頭，還是某一天你會突然從另一個方向再次看到地球？聽起來像科幻，對吧？但這個問題其實是現代宇宙學最核心的問題之一，宇宙到底是什麼形狀？你可能會觉得奇怪，宇宙還能有形狀？當然有，因為在愛因斯坦出現之前，人類一直以為空間只是一個空荡荡的背景，像一塊透明幕布，恆星、星系、行星只是漂浮在裡面。但愛因斯坦改变了一切，在廣義相對論裡，空間不是空的，它是真實存在的，而且會彎曲。你現在坐着的椅子，你頭頂的太陽，甚至你自己的身體，都在讓周圍空間發生輕微彎曲。質量越大，彎曲越明顯。太陽為什麼能抓住地球？不是因為它伸出了一只看不見的手，而是因為太陽巨大的質量把周圍空間壓彎了。地球並不是被拉着轉，它只是一直沿着彎曲空間裡的最短路徑前进。你可以想象一張被壓塌的床墊，太陽像一個鐵球，把床墊壓出一個深坑，地球就在這個坑邊緣滑行。於是問題來了，如果恆星、黑洞、星系都會讓空間彎曲，那整個宇宙會不會也存在一個整體形狀？科學家發現，理論上宇宙整體只可能有3種形態。第一種，平坦宇宙，像一張無限延伸的白紙，平行線永遠不會相交，三角形內角和永遠等於180度。第二種，正曲率宇宙，像地球表面一樣，空間整體向內彎曲。這種宇宙可能是有限的，但沒有邊界。什麼意思？你在地球上一直朝前走，你不會撞上一堵世界盡頭的牆，但理論上你最終會繞地球一圈。第三種則是負曲率宇宙，像一個馬鞍，空間向外張開，這種宇宙會越來越發散。重點來了，宇宙到底屬於哪一種？問題是，我們根本沒法跳出宇宙，從外面拍張照片，那怎麼測？科學家想到了一個極其瘋狂的方法，他們決定去觀察宇宙最古老的光。根據大爆炸理論，大約138億年前，宇宙剛誕生的時候，溫度極高。那時候，整個宇宙像一鍋熾熱濃湯，光根本無法自由傳播。直到宇宙誕生大約38萬年後，溫度下降，最早的光終於逃了出來。而這些光到今天依然存在，只是經過138億年的宇宙膨脹後，它們早已不再是可見光，而變成了微波。這就是著名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，它像一層古老的宇宙餘暉，覆蓋整個宇宙。某種意義上，它就是宇宙嬰兒時期的照片。而科學家發現，如果宇宙存在整體曲率，那麼這些古老光線在穿越漫長宇宙空間時，一定会受到影響。於是，人類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測量。2001年，美國發射了 WMAP 威爾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測器。2009年，歐洲又發射了精度更高的普朗克衛星，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：測量宇宙的形狀。結果出來後，整個科學界都震驚了，因為數据看起来顯示宇宙平得不可思議。精確到什麼程度？這麼說吧，如果把整個可觀測宇宙縮小到地球大小，那麼它的起伏可能比一張紙還平。很多科學家因此認為，宇宙也許會無限延伸，沒有盡頭，也沒有邊界。可就在所有人以為答案已經確定時，反轉出現了。2019年，一篇發表於《自然天文學》的論文突然指出，普朗克衛星的數據裡可能隱藏着異常。研究人員發現，宇宙中的引力透鏡效應似乎比理論預測更強。簡單說，他們懷疑宇宙空間可能真的存在輕微彎曲，而這種彎曲更像一個封閉結構。消息一出，整個宇宙學圈子瞬間炸鍋，因為這意味着宇宙可能不是無限的。
甚至意味着在某些理論模型下，如果宇宙足夠穩定，而你又能一直航行，那麼終有一天，你也許真的會回到出發點。是不是有點頭皮發麻？但事情並沒有結束。很快，另一批科學家站出來反駁，他們認為，僅憑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數據還不足以證明宇宙閉合。後來，科學家又結合超新星爆發、星系分布、重子声学震盪等大量數據重新計算，結果發現，目前主流模型依然更支持平坦宇宙。也就是說，至少在人類目前能觀測到的範圍裡，宇宙看起來幾乎是平的。可真正恐怖的地方來了，即便宇宙真的是彎的，我們也可能永遠發現不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宇宙實在太大了，你站在地球上會覺得地面是平的，但實際上地球是球形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你太小了。同樣的道理，如果宇宙大到離譜，哪怕它存在輕微曲率，我們也根本測不出來。人類現在能觀測到的宇宙直徑大約930億光年，聽起來已經夠大了，對吧？但科學家懷疑，這可能只是整個宇宙極小的一部分。就像一隻螞蟻趴在足球上，它永遠意識不到自己腳下其實是個球體。更詭異的是，現代宇宙學正在出現越來越多解釋不了的問題，比如著名的哈勃張力，科學家用不同方法測量宇宙膨脹速度，結果卻始終對不上。還有一些最新研究發現，宇宙在超大尺度上可能並不像理論預測的那樣均匀。這些異常正在一點點撕開標準宇宙學模型的裂縫，於是越來越多科學家開始懷疑，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誤解了宇宙真正的結構。甚至有人提出，宇宙可能根本不是簡單的三維球面，而是某種更複雜的拓扑結構，比如四维甜甜圈，或者更高維空間中的某種閉合結構。別覺得離譜，這些並不是科幻小說，而是真實存在於數學宇宙學中的研究方向。因為發展到今天，科學家突然發現一個極其無奈的問題：我們知道宇宙在膨脹，卻不知道它整體長什麼樣；我們知道空間會彎曲，卻不知道宇宙究竟彎到了什麼程度；我們甚至不知道宇宙到底有沒有外面。而最可怕的是，對於宇宙來說，外面這個概念可能根本就不存在。就像二維世界裡的螞蟻，永遠無法理解上面是什麼。也許人類的大腦本來就不具備真正理解宇宙整體的能力，因為我們的大腦本就是宇宙內部演化出來的產物。一個誕生在宇宙裡的生物，真的有資格理解宇宙本身嗎？目前來看，儘管宇宙的形狀還存在着巨大的爭議，但總的來說，大多數科學家仍然傾向於宇宙是一張平坦的紙。但這並不意味着封閉宇宙的理論就被徹底否定了。科學的魅力就在於此，它永遠在探索，永遠在推翻舊的認知，建立新的理解。也許在不久的將來，隨着更多先進探測器的升空，更精確的数據被獲取，我們就能真正揭開宇宙形狀的終極奧秘。你覺得呢？你更希望宇宙是平坦的，還是封閉的？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想法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。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